好，大家好，今天继续再说一个冷知识，有关美丽的度量衡啊。美丽就是说人啊，一般都是说啊，女士、女孩啊，她的美丽应该怎么衡量呢？那其实呢，很早就有这个迹象啊。这个是公元423年前一个陶器啊，记载了伊利亚特这个战争。那这个呢是1898年一位英国画家画的啊，海伦。但是这个海伦呢，英国人其实名字就是英语吧，英语世界里头，海伦这个名字它出现的频率也非常高。但是特洛伊啊，特指特洛伊，海伦 of 特洛伊，这个就是专门希腊神话和历史上都有的一位人物啊，历史人物待考啊。但是呢，他实际上呢就变成了一个对美丽啊，应该说民间的一个度量衡啊。它发源自1592年啊，一位这个古典吧啊，就是中世纪的时候古典话剧啊。这话剧呢是叫浮士德博士的悲剧啊。这个里头有一段台词，就是那这就是引发千艘船的脸吗？那么这个台词到后来啊，1868年，在阿西莫夫，就是我们大家知道的那个黄金时代三大巨匠里头的阿西莫夫伊萨克啊，科幻巨匠。因为他呢是著作等身，真的是勤勤恳恳写了40多年，一天都没落，写了各种各样的这个作品，不仅仅是科幻小说。那比如说他这一个书啊，叫《圣经》，圣经导引啊，阿西莫夫的圣经导引里头呢就提及以特洛伊海伦的美丽为基础啊，来作为这个美丽的一个度量衡。那么，但是呢，因为海伦呢，她自己的美貌触发了1000艘战舰的这个战争，长达10年的战争，所以一般人很难达到这个高度。所以他建议以十分制往下的分啊，要建立分海伦、里海伦和好海伦。好海伦就是1/1000份的海伦，这个呢是日常当中反而能用上的，叫 million海伦啊，这是常用的单位。那么海伦就特洛伊海伦的生平是什么呢？她是宙斯与哥达之女，哥达也是一位王后，但是受到宙斯这个老色批啊，她变身成巨鹅的美丽大白鹅的诱惑啊，然后呢生下了2个蛋，这一个呢生出海伦和他的弟弟，另外一个是他2个哥哥啊，这个太复杂就不说了。总之呢，但是这里呢有一个特洛伊王子啊，他是帕里斯。帕里斯当时呢，他是无意当中啊、被这个金苹果事件所裹挟啊。金苹果事件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就是有个不叫纠纷还是厄运女神，因为宙斯一次高级宴会没请自己，他呢就偷偷把一个这个世界最美丽的女神，就是刻了那一段希腊文的这个金苹果丢到宴席当中，引发了3位女神的这个争端。后来呢，这个觉得这个也一直查也不是个事儿，然后呢跑到他认为这个人间最美丽的这帕里克啊，这是帅哥最帅的一个小伙，由他来指定谁是最美丽的女神，比较公勇。于是呢，这3位女神降到地面啊，让他来去指认谁最美丽。于是呢，他呢是指认啊，这爱神阿佛罗狄忒啊，其实也是战争女神和这个月亮女神啊，就是说这位女神最漂亮。然后呢，他就获得了这个爱神的承诺，你将会获得人间最美女子的爱情啊，以此埋下伏笔。果然，后来呢是依靠着女神的力量，海伦呢爱上了帕里斯，两人一块儿把自己的母国的王宫王城洗劫一空，逃回了特洛伊。而特洛伊呢，就是因为海伦太漂亮啊，太漂亮。成年了之后，实际上是被天下，当然这个天下就是地中海周边啊，所有这个希腊呀，这各个城邦的王子所追求。后来呢，他的养父其实当时他不知道，他也知道，但是毕竟是神嘛，宙斯啊，跟自己老婆，他也只能忍了。他养父呢，后来是听从智囊，也是一位应该说是这会儿来看哲学家，按我们中国来说，他应该是一个谋士。建议呢就抽签吧，干脆。后来这么多王子，谁选谁都不行啊，抽签抽到了一个。然后呢，那
那不是帕里斯，跟帕里斯没关系。那这一下子就激怒了所有这些没有追求成功以追求失败的各国的王子，然后呢就开始了特洛伊这个战役打了10年，最后呢是所谓 Greece 希腊的礼物就是木马，通过木马计进去屠城，然后呢才赢了。那赢了之后呢，赢的是谁呢？就是这个叫什么莫奈劳斯他叫麦西尼王子。其实当时整整打了10年的仗里头很多人间英雄都死掉了，但是这一位呢算是功成名就抱得美人归当时呢是忠于海伦的，从就是在城墙上也看过在战场里头决斗的时候也都出现过。总之两方的包括英雄和普通的士兵都觉着这仗打得值为这女人我们干10年也算值了就这样。这是这一件故事吧，故事的前因后果。它的应用呢，其实有好多种除了这个一般进行讨论之外，还有人提出来可以用一个负海论就是能够令1000艘船沉没的丑跟美就是 OK 正的数值都是美，负的都是丑等等吧。但总之呢，它是一个相对来说一个幽默吧就是一个开玩笑性质的一个度量衡。但是它的测量是怎么测量的？那假设这个古代呢是特洛伊战争里头是1000艘木质的战舰，那战舰呢包含这个桨手和就是大概每艘战舰其实也不长，因为地中海也没有什么大风大浪，基本上是一艘船，我看史料目测也就是20-30米长，然后里头30-50个桨手，然后再加这反正1000艘吧，1000艘如果折算到现在，那算一艘游艇算1个 million 的海伦，就是假设这个女的你觉得值得买了一艘，或者说家里有一艘游艇，给她这个名字写上这个女士的名字，算她的这算一个游艇，算约等于1 million海伦。那具体游艇是多少，折算成多少，各国也不一样。你比如说2战的时候，英国那个渔民那个一家里头每家都有一艘，那这算不算？那包括现在要是不算富豪吧，大小富豪，你如果靠海边想出去玩那种10几米长、20米长的，又算多少？这个很难折算。那么好吧，就是一艘载10人以上的船赋予或者说归于这个女子名下，那就算1个密林海伦，就是1毫海伦的这个美丽量。那么好吧，那我们现在的各种各样的模特，它的身价那好像还都能匹得上海伦了，1海伦具体呢，其实聊到这儿可以说说还是一样，这个我们古代传统文化里头3不朽立德、立功、立言、立德其实呢，多数人在现代单人想立功立德很困难了，因为基本上德行都已经全部定义清楚了，功劳嘛又是全球关注，你想惊天动地比如说把人类生生提升到火星种族这种，你才可能所谓的立功，其他的很难那只能立言。立言呢也很难去做到全世界人民或者说一个国家人民的都能够认可。那我们 YouTube 给我们了一个机会，可以让我们立小言就假设你发现或者说首推出了一种思想言论大家认可传播出去之前好像有哪一位互联网研究家就是未来每个人在互联网上都可能出名15分钟那么这15分钟你立的言由 YouTube 这种平台呢算传播下去也算是立了言虽然只有1/1015分钟，就像其他的伟人一样，人家是什么为往生开什么继往生而绝学等等吧人家立的言呢是几千年可以延续下去，那我们立个15分钟，那如果按分下来也是一样类似于这个立言的1/1000立言、1/1000立言、1/1立言无所谓但总之立起来了。那好，那看到这里呢，欢迎大家订阅大妈的多重宇宙我这个频道呢是就开始尝试把我以往碰到的各种各样有趣有料应该也有用的事情知识技巧或者说观点跟大家一一分享。好，继续。那刚刚说了
美貌因为有史实、传说、案例、战绩再去证明的。爱情呢？爱情其实跟美貌一样，刚刚也问了 ChatGPT，人家说这都属于难以度量或者说不可度量的社会情绪或者说文化的一些认可，你很难去加以定义。但实际上，如果是一定要计量的话，我可以提议要尾声啊。尾声是来自于哪？是庄子道拓里头一个成语的出处，叫尾声抱柱啊。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叫尾声这一个书生啊，他呢路上看到一位美丽的女孩啊，两边情投意合，想私奔啊，约的晚上啊，在哪条桥上见面。那么尾声呢先跑去了，结果到半夜呢这个发大水，他又怕女孩来了找不着他，可女孩实际上呢想跑，被家里人给抓住了。到下半夜呢，女孩呢终于跑出来了，结果到桥边一看，尾生着抱着桥柱子，生生在那里头给淹死了。啊，当然这个结局呢，也是女生算是这个讲义气啊，也一块儿不叫一块儿，就是投河自尽，算是殉情。那这一个呢叫尾生抱柱，后面被成守信用的这么一个一个成语。那么尾生啊，也就是说 OK， 这可以认为除了是性欲之外，也可以认为是爱情吧。那么一尾生就是一条命，这个就非常明显啊！你为了一位女生啊，愿意把命都搭上去，那这算是计量单位啊。那么分尾生啊，1/10条命；离尾生100分之1条命；还有毫尾生1/1000一条命。那这个就可以跟海伦一样啊，对应的开始可以计量。那怎么应用呢？一般来说，这个爱情还是用来去享受的啊，不叫享受的，体验的啊。那生命你丢失了就没了，你用生命去证明值得这么一尾生的爱情也不值当。所以大多数情况下，一条命啊，算是等于一生的这个生活，约等于生活。那么这样算就很简单啊，终身跟这位女生厮守，那算是一尾生。那金婚呢，当然就是半尾生了。这是假设人的寿命是100岁左右啊。当然，你们这100岁左右，这等于说你们从出生开始在一起，那个这是太完美的爱情故事了啊。大多数情况，金婚就差不多半尾生，这是一个普通人能够为爱情付出的，可以说是最大的代价啊。那么锡婚就是1分尾生啊，10年，那1个月就约等于1毫尾生。比如说你们刚开始约会啊，为这个女生吧，女士吧，不叫纠缠不休，就是羁绊不已的时候，大家1个月坚持下来，那才算是1毫尾生等等。好，那今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选了这一个度量，但是因为上一次在说 smooth 的时候，发现以科学的态度去开玩笑啊，反而呢可以变成一个真正的一个生命度量衡。那么以开玩笑的方式去开玩笑呢？也就是说，这个对不可衡量的事物进行衡量，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幽默的态度，以及这是不是值得思考的思考。那其实人生在世，各种各样的叫什么混乱的也好冲突也好，包括宇宙最终的智慧是什么，人家作家也给出来了一个答案，就是跟我这个频道号一样的42chaos 42，在一切混乱的看起来无序的宇宙当中，宇宙的最终的意义和所有的真理是什么？那是42，人家算了3000多万年算出来的42具体怎么解释那是另外的事情。那怎么解释和理解42，其实就属于幽默的领域了。那当然，任何一个 idea 大多数情况下都在被历史上聪明的以及无聊的人们都已经完全挖掘过了。那么对它进行详细的考据，并且串起来去叙述给大家呢，这属于考据党的一种单纯的快乐总之，那现在又可以想起来 GPT， 那它在 LLM 这种大规模语言生成模型的支撑下，各种各样的 GPT 吧，他们能够自主构建出幽默的事件、行为、段子，或者说思想吧。这个，我觉得，所以我觉得现在在自媒体时代，可能幽默反而是第一生产力了。OK， 好，以上，那也是大家大家如果有任何触发的话，欢迎直接关注我的频道，也
可以用这个chaos42大麻这一个邮件列表或者邮箱，把它当成普通邮箱一样来提问，进行进一步讨论。幻灯呢也是在线，随时随地欢迎大家review。好，这是构思了一天，今天发布这是相关的这一期内容相关的各种各样的参考大家也可以继续挖掘。OK 再次声明，欢迎大家订阅大妈的多重宇宙这个频道以上。